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近期引发轩然大波的话题：台湾有事，日本真的会出兵吗？二次大战战败后宣布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手段的日本，如今竟传出可能出兵协防台湾的风声，这不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就在不久前，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明确表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换言之，可能派出自卫队介入冲突。这番惊人发言让北京当局大为震怒，整个中日关系瞬间降到冰点。二战后被束缚了70多年的日本军事力量，难道真的要解开枷锁，再度踏上战场吗？日本是否已经解除战后的和平禁令，准备以集体自卫之名来保卫台湾？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曲折的历史变迁和战略考量。要解答上述疑问，我们得把时间拉回70多年前。1945年，经历原子弹轰炸和全面溃败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他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战后的日本在同盟国占领下被彻底去军事化，制定了一部堪称世界上最和平的宪法。1947年实施的新宪法第9条明文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不再保有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简单说，日本发誓此后不再参与任何战争。曾经横扫东亚的日本帝国军队就此被法律封印，日本转型为一个专注经济发展的和平国家。战后数十里，和平宪法成为日本国家身份的重要部分，多数国民也以不再战争为荣。日本把安全防务主要交给了驻日美军和美日安保同盟，自己则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低调，几乎不派兵海外，被称为经济巨人、军事侏儒。然而，国际现实并不允许日本永远远离军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局势紧张，美国作为日本的占领管理者，开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以协助对抗共产阵营威胁。在美方压力下，日本破例组建了准军事组织警察预备队，后来发展成为1954年成立的自卫队。尽管名义上不是军队，但自卫队本质上拥有陆海空三军的架构和力量，只是不具备对外作战的法律授权。冷战时期，日本在安全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军保护，自己则严格限制自卫队的职能，专守防卫成为基本国策。自卫队只能用于本土防卫，不能对外发动武力，也不参与他国的战争。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安排。美国承诺保卫日本安全，日本提供基地让美军驻扎，这使得日本即便没有正式军队，仍可在美军保护伞下生存。战后几十年里，日本的确远离了战争的阴云，专心发展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完全不出兵海外的状态开始出现松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国希望日本承担更多责任。1991年海湾战争时，日本虽然经济实力雄厚，却因宪法限制无法派兵，只出了金钱援助，被嘲讽为支票部外交。这次经验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反思，仅出钱不出力，既未获得国际社会赞誉，还在战后首次遭受不够义气的批评。于是日本开始寻找法律空间，让自卫队能在有限程度上参与国际任务。1992年，日本通过 PKO 协力法，首次允许自卫队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随后，日本派出少量非战斗部队赴柬埔寨维和，这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踏上海外任务的土地。尽管规模不大，任务性质也仅限于维和救援，但对日本而言，具有突破意义。战后的日本军人终于重新走出了国门。这些行动在国内也引发不少争议，许多和平主义者担心这是在打开军国主义复活的缺口，然而支持者则认为国际责任使然，日本不能永远躲在美国背后享受安全红利而不付出血汗。于是自卫队海外派遣渐渐常态化，例如在南苏丹等地区的联合国任务中，也能见到日本自卫队的身影。尽管自卫队开始参与海外非战斗任务，但一项关键限制依旧牢牢套在日本身上，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为了保护友邦而与其共同对抗侵略的权利。
简单说，就是帮助盟友打仗的权利。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解释宪法第9条，不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只能在日本本土或周边直接遭受攻击时为防卫而战，不能派兵协防盟国。这使得日本即便和美国结为同盟，也无法像正常国家那样在盟友遇袭时出兵相助。例如冷战期间，如果苏联攻击美军，日本理论上不得出兵援助，反之若日本受袭，美军却会依约驰援。这种权责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在日本国内一直有人认为不公平，特别是进入21世纪，日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北韩的飞弹试射、核武开发越演越烈，中国大陆的军力崛起和对周边海域的扩张更是令人忧心。日本周边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和平宪法虽然高尚，但面对导弹和军舰，光靠宪法条文是无法保护国民的。于是要求修改第9条，让日本拥有正常防卫权的呼声逐渐增强。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推动安保转型的关键人物。安倍是著名的保守派和修宪派，他提出了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强调日本应在国际和平与自身防卫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安倍政府的主导下，日本开始逐步松动战后的安保框架，扩大防卫预算，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放宽武器出口禁令等一系列举措中，最引发轰动的就是修改宪法第9条解释。2014年7月，安倍内阁不经国民修宪公投，直接通过内阁决议重新解释宪法，承认日本在特定条件下拥有集体自卫权。同党反对者和在野党当时强烈批评这是偷改宪法，但安倍政府态度坚决。接着在201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安保相关法律，被称为和平安全法制，正是将前述新解释写入法律条文。这套法律创设了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叫存立危机事态。根据法律，日本政府如果认定某种情况构成存立危机事态，就可以破例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动自卫队参与战斗。那么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存立危机呢？法律列出了3个基本条件。第一，日本本土受到武力攻击，典型的自卫情况。第二，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续。第三，日本国民享有的生命与自由、幸福权利受到致命威胁。在这3大条件下，日本政府可以判定进入存立危机事态，从而动用武力。在实际操作上，第二条件最受关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通常被解读为美国等盟国。也就是说，只有当美国等盟友遭遇战争威胁日本安危时，日本才可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旦进入存立危机事态，自卫队就能够开赴海外，与盟友一起作战，这等于绕过直接修宪。事实上，打开了日本参战的大门。批评者指出，和平安全法制突破了宪法第9条，不承认交战权的禁区，是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折。支持者则认为，这让美日同盟更对等，日本终于拥有了自我防卫乃至协防盟友的正常权利。总之，从2015年起，日本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出兵打仗预留了可能性，尽管只限于特定条件下，这在战后是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法律障碍的清除，日本对自身周边安全局势的评估也变得更加直接而强硬。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转变，就是台海危机与日本安危挂钩的意识日渐增强。过去，日本政府对于台湾如果发生战事，我们怎么办？这类问题一直保持战略模糊，极力避免正面回应。然而，随着中国大陆军力崛起和对台湾的压迫增加，日本战略界开始明言台海稳定对日本至关重要。尤其在安倍晋三领导时期，日方高层频频发出警讯。2021年12月，刚卸任首相不久的安倍以私人身份发表了一场在线演讲，他罕见的直截了当地对北京喊话：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安倍警告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绝对不要误判形势，轻启战端。这番话震撼了国际社会，也让中国大大发雷霆，中方立刻召见日本大使抗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安倍的论述往往被简化引用，其实他的完整意思是，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日美同盟因此面临战争，日本也视同受到威胁。换句话说，日本将不得不视台湾有事为自身有事。安倍作为前首相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反映出日本国内已出现台湾有事，日本不能袖手的共识苗头。事实上，2021年夏天，日本在任的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曾放话，若中国入侵台湾，日本可能视为存立危机事态。有了安倍和麻生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发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开始成为日本舆论场上一句引人注目的警语。那么，为什么台湾局势对日本如此重要？从地缘上看，台湾正位于日本西南防线的关键位置。如果中国大陆以武力拿下台湾，不仅第一岛链防线被撕开一大口，解放军海空军更能直接威胁到日本南方的琉球群岛和海上交通线。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航线必经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与菲律宾海域。一旦台湾落入北京掌控，日本的能源生命线可能随时被掐住。此外，日本与中国之间本就存在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端。如果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力将更便利地投射到西太平洋，甚至直接包围日本的南端。一位日本高官曾形容，今日的台湾正是明日的冲绳。可见在东京眼中，台湾的安危与日本本土安危已密不可分。更何况，日本境内还驻扎有大量美军基地，包括离台湾很近的冲绳基地。台海开战时，美军几乎必定参战，那驻日美军和日本本土也极可能遭到中国的反制打击。因此，从军事战略看，台湾有事，日本绝对难置身事外。正因如此，日本战略报告和防卫白皮书近年来反复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步步进逼的态势，正在把日本卷进一个不得不正面表态的局面。以上这些酝酿多时的观点，到了2025年，终于迎来一次正面引爆。这年的10月，日本政坛发生剧烈变动，自民党与在野的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执政，高市早苗意外成为日本首相。高市是日本保守派中的强硬代表人物，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国防，对中国态度强硬，对台友好，堪称安倍的衣钵继承人。上任后没多久，2025年11月初，他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直接被问到了过去历任首相都回避的敏感问题：如果台湾有事，日本是否会视为存立危机事态，并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问题尖锐而直接，等于逼首相承认会不会出兵台海。让各界瞠目结舌的是，高市早苗几乎没有回避，他给出了相当大胆的回答。高市表示，大体而言，是否进入存立危机要看具体情况判断。如果中国只是采取模糊的经济封锁，或摆出民船阻挡等非武力行动，或许还不至于触发集体自卫权。但是，如果台海进入战争状态，中方动用军舰实施海上封锁并使用武力，美军也因此介入战斗，那么日本有可能视此为存立危机事态。通俗地说，一旦台湾海峡真打起来，而且美日卷入交火，日本就会考虑出兵。高市还强调，日本政府必须设想最坏情况并做好万全准备。他认为在特定战争状况下，日本认定存亡危机的可能性非常高，这几乎等于明确宣示，台湾若爆发战争，日本自卫队极有可能投入军事行动。高市此番发言一出，全场哗然，日本在野党议员立刻展开猛烈追问与质疑。质询的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当场追问，假如只是台湾周边被中国海上封锁，日本船只其实可以绕行几天，不至于断绝能源供应，那怎会上升到存亡危机呢？他担心政府口径如此含糊，将来会不会对各种情境都滥用存亡危机的判定，把日本随意带入战争。冈田直言，如果日本轻易介入台海战事，解放军势必把日本视为交战对手予以反击，战火很可能蔓延到日本本土，让国民陷入难以承受的危局。他强调，避免冲突扩大才是政府的责任。批评执政党一些人士动辄宣称台湾有事就出兵的说法过于轻率。面对在野党的步步进逼，
高市并没有道歉或收回说法，他重申自己的回答其实是基于过去政府见解，并非什么新政策，只是旧立场的确认而已。高市也表示不打算撤回当天的发言内容，但或许意识到事情的敏感性，他也补充说，未来在这种场合谈及假想情境时，会更加谨慎小心。这番补充被解读为高市对自身失言的一种软性修正。然而不管怎样，该说的都已说出口。史上首次，现任日本首相公开承认台海战争时，日本可能动用武力。日本政府常年维持的战略模糊，就这样被高市早苗给打破了。高市的表态震动了各方，也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巨浪，就连日本防卫省内部都有官员私下担忧，首相这么说等于提前摊牌，把日本的底线告诉了潜在对手。因为长久以来，美国在台海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日本历任首相其实也是采取模糊策略，不明讲是否出兵，以增添对北京的戒心。然而高市明言了可能出兵，反而让中国摸清了日本态度。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也在电台节目上表示，历届政府本来都避免直接回答台海有事怎么办，就是怕明说了反而无助于下阻。在石破看来，政府如果预先划定某种情境下一定出兵，某种情境下一定不出，那反而让对手有机可乘。他虽然不赞同高市过于明确的做法，但也承认高市当天的说辞实质上就是在说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而对许多日本民众而言，这句话曾经是不可想象的禁忌，如今却从最高领导人口中堂而皇之地说了出来。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日本社会在此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指出， 44% 的受访者明确反对日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行使集体自卫权，但也有接近 49% 的人倾向支持日本这样做。赞成和反对几乎势均力敌，说明经过多年安全辩论，日本舆论已不再一面倒地拒绝军事介入，甚至有人发起街头抗议，号召群众到首相官邸前示威，要求高市收回存立危机事态相关发言。然而另一方面，高市的强硬态度似乎也凝聚了一些支持。风波之后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依然在高档，有调查指称超过一半的日本民众认为高市的发言没有问题。可见在中国军事威胁节节升高的背景下，许多日本人对于政府表态协防台湾并不排斥，反而觉得这是务实之举。日本国内的和平与安保之争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状态。如果说日本国内还能展开理性辩论，那北京当局的反应就几乎可以用暴跳如雷来形容了。高市早苗的发言等同于宣告日本可能对中国用兵，这一下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神经。毕竟在中国人记忆中，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带来极其沉重的灾难，中国官方长期以日本侵华历史来教育民众，塑造日本的负面形象。如今日本首相居然谈及要出兵干预中国内战，中国坚称台湾问题是内政，这在北京看来无疑是挑战底线。中国外交部立刻发表严厉声明，谴责日本领导人妄议台湾问题，浑水摸鱼，强调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北京还迅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和警告。同时，中国官媒开足马力批评日本抛弃和平承诺，图谋军事扩张，渲染日本所谓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甚至还翻旧账，提及日本二战时对中国的种种暴行，例如南京大屠杀，警告日本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可以说，一夜之间，中共宣传机器将日本重新塑造成了头号威胁之一，以煽动国内的民族愤怒。最惊人的是，中国一名在日外交官的出格言行更进一步加剧了风波。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外交官薛健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有关高市发言的新闻，并用日语写下恐吓性字句，对于那主动伸过来的肮脏脑袋，只能毫不犹豫地一刀斩下。你准备好了吗？这句话充满了暴力与杀意，明显影射日本首相，意思是如果日本敢轻举妄动，就要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一个现任外交官公开发表仿佛恐怖主义的威胁言论，让所有人震惊。
贴文虽在次日被删除，但为时已晚，日本朝野群情激愤，执政、自民、在野各党一致谴责这种恐吓。日本外务省2度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方惩处该外交官。自民党内甚至通过决议，呼吁政府将此人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 并驱逐出境。北京方面则对此回避轻描，反而透过外交发言人继续批评高市早苗的原始言论极其危险，完全不自量力。中日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场口水仗迅速演变为全面外交风波。短短几天内，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来表达不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提醒民众近期谨慎前往日本旅游，暗示日本对中国游客已不再友好。香港特区政府也配合地对赴日旅行发出安全提醒。有媒体报道，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日侨学校也提高了警戒，担心激进民族主义者可能借机闹事滋事。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则紧急给所有在中日本公民发送了电子邮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防范可疑人士，最好减少不必要外出，尤其带孩子在身边时更要提高警惕。可见北京当局对高市发言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已经外溢到影响普通民众交流的地步。更严重的是，中方还把怒火延烧到多边外交领域。原定11月下旬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据传因中方不满日本而遭到推迟或取消，这表示中国准备放慢乃至终止与日本的高层接触，以示抗议。此外，中方据报还致函联合国，指责日本首相发表危险言论，试图在国际上给日本施压。中日关系可谓瞬间跌入自2战以来少见的冰点，战略互惠荡然无存。北京当局对日本近期动向的强烈不安和愤怒，透过这连串举措表露无遗。可以说，高市早苗一句话几乎让北京崩溃，以致使出外交、舆论、民间交流多方面的反制手段来施压日本。这场风波也充分说明，日本是否会出兵台湾，对中国而言绝非小事，而是牵动历史伤痛与现实安全的重大议题。经过上述种种剧烈交锋后，我们再回到核心问题，日本真的会出兵护台吗？2战战败后奉行和平主义数十载的日本，这次是虚张声势还是认真打算？要回答这问题，我们需要把理想和现实拆开来看。从法律上讲，目前日本政府已经为可能的出兵预先设定了严格条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存立危机事态。关键在于，日本不会单独为台湾而战，除非美国也卷入战争，并向日本求援。日本安保法制中明确写道，只有与我国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时，日本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而在国际关系现实中，美国是唯一被日本认定为与我国关系最密切且有可能请求日本军事协助的国家。换言之，如果美国没有介入台海冲突，日本理论上没有法理依据出兵相助台湾。东京虽然近年来强调台海稳定，但并没有对台湾做出像对美国那样的同盟承诺，所以日本口头上在强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真正付诸行动仍需美日同盟机制的启动。也就是说，日本头上和平宪法的紧箍咒虽然在放松，但新绳索仍然系在美国身上。如果美国选择袖手旁观，尽管这种可能性极低，日本很难单独军事介入台海，这是日本法律和战略自我设限的一面。然而从另一面看，美国基本不可能袖手旁观。台湾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爆发战事，美军几乎可以确定会介入。因此更加现实的途径是美国参战日本同盟，义务启动日本跟着卷入战局。正如高市在国会答询时假设的那样，美军为解台湾之围前来增援，中国为阻止美军介入而对其动武。这种情况下，日本岂有不战之理？更何况中国对台动武本身也极可能直接威胁日本的安全，不等待美国要求，日本自己恐怕也坐不住。日本西南方的琉球列岛与台湾仅咫尺之遥，举例而言，冲绳县的与那国岛距台湾不到110公里，如果台湾被解放军攻击，与那国岛上的日本居民都能听见炮声。中国军队为封锁台湾，
可能会同时封锁巴士海峡、宫古海峡等要冲，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和飞机绝不可能对此袖手，而一旦日中军舰在公海上发生摩擦，事态就会升级。同时，驻日美军基地本身也可能成为中国的攻击目标。中国军方多次将美军横须贺基地、加手纳基地列为其导弹瞄准目标。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中国很可能先发制人打击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因为那是美军介入的跳板。然而无论中国是否刻意回避攻击日本本土，日本都无法对眼前的战火等闲视之。台湾如果沦陷成为中国的桥头堡，日本本土迟早将直接面临中国军事压力。所以从战略现实角度出发，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实际被卷入战争的概率非常高。正因如此，日本过去几年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加强在台海方向的军事部署和准备。可以说，日本虽然口口声声专守防卫，但心里早已把台海视作可能的前线之一。首先，日本强化了西南诸岛的防御，日本自卫队新设了西南方面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岛屿部署飞弹和部队。例如2019年起，陆上自卫队先后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派驻了地对舰导弹与地对空导弹部队。这些岛屿原本几乎没有军事存在，如今都变成前线据点，目的就是封锁中国舰队可能通过的宫古海峡等要道，保护冲绳和台湾附近海域的制海权。同时，日本还成立了水陆机动团，这是陆上自卫队的新型2栖作战部队，被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专门用于夺回备战岛屿和执行海外登陆任务。这支部队2018年在长崎县正式编成，规模约3000人，配备2栖装甲车、气垫登陆艇等装备，显然是针对离岛防卫需要而生。如果台海发生战事，日本担心自己的离岛，甚至包括台湾周边的澎湖或绿岛等地可能卷入战火，因此提前打造具备抢滩登岛能力的部队，以备不时之需。除了增加兵力部署，日本也加强了演习。近年来，自卫队多次与美军、澳洲军队进行岛屿防卫和登陆反击演习，科目包括封锁航道、反舰作战、夺岛行动等，明显就是在模拟台海及东海可能的冲突场景。日本还与美国一起改造在冲绳驻防的美军陆战队部队，将其调整为更适合分散部署在仙岛群岛、冲绳以南各小岛的机动部队，以更灵活地应对解放军的进犯。所有这些部署都显示日本在军事上早已默默将台海有事列为假想目标。可以说，日本已经在实质性备战了，只不过在高市发言前，这些行动都被低调地纳入防卫名义，很少公开宣称与台湾有关。高市不经意的一句话，等于是把这些底牌摊到台面上罢了。再来看装备和预算方面，日本同样大踏步突破过去的限制。2022年底，岸田文雄内阁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战略，提出未来5年将日本防卫预算翻一番，从约占 GDP 的 1% 提高到 2%， 这将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中之后的全球第3大军费国。更引人瞩目的是，日本决定引进反击能力，也就是过去所称的敌基地攻击能力。为此，日本计划购买数百枚美制战斧、巡弋导弹 Tomahawk， 并研发国产远程导弹，使自卫队能够在必要时攻击对手的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这相当于日本首次拥有对他国本土进行远程打击的火力。要知道，自卫队过去的导弹射程都很有限，只着眼于近距离拦截、防守，如今却将具备对几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目标精确打击的能力。这在传统的和平宪法框架下，原本是不可想象的禁区，现在日本堂而皇之地跨了进去。美国对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增强措施大力支持，认为是填补盟国战力的重要一步。而中国和北韩则猛烈抨击日本危险军备扩张，宣称这破坏了2战后的国际秩序。无论他国如何评论，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武装起来，摆脱过去那种只能防守一隅的姿态。从航母，日本将出云号直升机母舰改造为可起降 F-35B 战机的准航母，高速远程导弹，到第5代隐形战机研发计划，与英意合作研制下一代战机。
日本在军事科技上也开始追求进攻与投射能力。可以说，昔日那个谨小慎微的自卫队，如今正向着能攻能守的真军队蜕变。这一切自然是为了应对最糟糕的情境，而台海有事无疑是最重要的假想敌情境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的觉醒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是高度吻合的。美国近年来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组建各种联盟和伙伴关系来围堵中国。在亚洲，美日同盟是最关键的一环。美国一直希望日本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包括协防台湾在内。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多次强调，美日同盟适用于共同应对台海和平稳定遭破坏的情况。2021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会后联合声明首度明确提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已经打破了过去美日声明不提台湾的惯例，被视为双方为台海可能的联合作战预做准备的外交暗示。高市早苗今年的表态更像是顺应美国的战略需求，提前将日本可能的角色挑明。美国当然乐见其成，正如美国驻日大使所发的一则推文所说，他讽刺中国外交官薛健和大使吴江浩，感谢你们进一步巩固了日美之间的联系。确实，中国的激烈反应只会把日美推得更近。可以预见，若台海局势继续恶化，美日将加速同盟的一体化进程，联合协防台湾的默契也会越来越明确。日本甚至还加强了与其他理念接近国家的防务合作，例如与澳大利亚签署军队互访协定，参与美英澳的高层对话，推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美日印澳等，构筑更广泛的围堵网络。在这张网络中，日本已经不再是消极的被保护者，而是开始扮演积极的组织者和出资出力者角色。由此看来，日本要在区域安全中出头露面已是大势所趋。护台也好，魏江、钓鱼台也罢，未来的日本恐怕不会再袖手旁观。聊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昔日二战的侵略者日本，如今竟被部分亚洲国家视为潜在的守护者；反之，曾经的受害者中国，现在却令邻国戒惧，担心自身安全。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戏剧性地转了个圈。对台湾而言，日本态度的转变自然是利大于弊的。台湾长期处于中国的军事压力之下，除了依赖美军协防之外，多一个日本的澳元无疑增加安全感和胜算。日本离台湾这么近，又拥有强大的自卫队，如果愿意出手相助，解放军要跨海作战，就得顾忌背后捅来的这把尖刀。台湾民众对日本也一向有好感，历史上的恩怨似乎早已翻篇，如今更多是把日本视为亲切友好的邻邦。当高市早苗放话日本可能协防台湾时，许多台湾人其实暗自欢迎，认为这对下阻中国有正面效果，甚至有人戏称，如果当年老蒋没有赶走日本人，现在倒不用怕共产党打过来。这虽是戏言，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对日本力量的寄望和信任。可以说，在地缘政治巨变下，台日关系已今非昔比。台湾方面近年也加强与日本非正式的安全对话，欢迎日本议员、高官访问，加深彼此战略默契。种种迹象表明，一旦北京对台动武，台湾极可能在美军之外得到日本的某种形式支援，哪怕不是直接派兵参战，也可能是后勤补给、情报分享、武器提供等协助。日本的表态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台湾在区域中的外交和安全缺口，对台湾来说，这当然是好消息。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中的风险。日本的军事动向虽能牵制中国，但也可能刺激中国更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北京当局一直指责民进党政府以美谋独，现在又加上一条引日介入，未来中国若对台采取行动，必然把防范日本干涉纳入考虑，从而可能投入更庞大的军事力量。一些强硬的中国将领甚至放话，战时只要日本敢干预，解放军就先对日本实施毁灭性打击。尽管这类好战言论未必代表中国官方政策，但也可看出中国社会对日本重返战场的强烈仇视。一旦台海开战且日本介入，
可以想见中日双方仇恨会被迅速点燃。两国都有庞大现代化军力，一旦交火，将是二战以来亚洲最可怕的一场战争，而且很难速战速决。更令人忧心的是核武问题。中国是拥核国家，日本则奉行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但若真爆发中日军事冲突，在生死存亡关头，日本可能继续坚持不触碰核武吗？过去几年，日本国内已开始出现一些讨论，例如前首相安倍也曾提议讨论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类似北约模式，共用美国核武。虽然目前日本政府否认有核武化意图，但战争压力一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日本一旦寻求核武或准核武能力，中国的反应只会更猛烈，东亚将进入更危险的军备竞赛。可见，日本抛弃部分和平主义包袱，走向军事正常化，对区域和平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加大了对好战者的威慑，另一方面也使万一冲突爆发时的规模与烈度大为增加。对此，周边国家包括台湾都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综上所述，日本从战后彻底和平转向如今准备可能的战争，并非一朝一夕的转变，而是内外因素交织推动的结果。有日本评论家形容，日本就像一头沉睡的武士，被周围的警报声一点点唤醒。中国崛起的压力，朝鲜核威胁的警钟，美国拉拢助威的驱动，都在促使这头武士睁开双眼，重新握起武士刀。高市早苗的强硬发声，只不过是这头武士发出的一声低吼，宣示自己已经醒来。当然，日本离真正上战场或许仍有一些距离，毕竟和平宪法的理想仍在日本社会深植，人们对战争的戒惧也未消失。然而形势比人强，当安全环境巨变，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改变。曾几何时，几乎没人会相信日本还能对外动武，但现在，这样的剧本不再只是小说桥段，而成了严肃认真的国安议题。台湾有事，日本真的可能出兵吗？答案是，如果情势所逼，在某些条件下是的，日本已经准备好了这种选项。而北京方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压力和决心，难怪会出现近乎失控的崩溃式反应。这是亚洲地缘政治的一次重大转折，预示着未来的博弈将更加复杂和凶险。最后，我们不妨回到那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一个曾经发誓不再战的民族，如今为何重谈战事？日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历史的讽刺，还是现实的必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或许也能发现，并不是日本好战了，而是周遭环境逼得日本不能不战。对日本领袖而言，和平从来都是最想守护的宝贵财产，但如果想永久守护和平，有时不得不准备战争。这正是日本政府近年的心态缩影，刀已出鞘，但希望不必挥刀。对整个亚洲而言，日本的转变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隐忧。希望在于多了一股制衡强权的力量，隐忧在于大国对抗的重现增添了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只能期盼各方领导人能以更大的智慧与克制，管控紧张局势，避免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正如那句话所说，台湾有事不该成真，但如果不幸成真，至少现在大家都清楚，日本不会再袖手旁观。和平年代塑造出的那个温和日本，正在被现实逼成另一副模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历史将在未来几年写下新的篇章。而无论局势如何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二战后远离战火的东亚，正进入一个多事而充满未知的时代。我们只能希望理性和克制最终能够战胜激情和对抗，让台海和亚太维持和平。但对此，日本显然不敢再仅寄望他人，他已经选择拿起盾牌，甚至半拔出了剑。在这瞬息万变的国际舞台上，曾经的和平国日本正一步步蜕变其角色。至于未来是更加和平，还是更进战争，唯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